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每日趣味中文频道，很高兴又和你见面了。今天我们的节目很特别，是中国传统艺术系列。很多朋友对中国的传统艺术感兴趣，那我们就带大家了解一下。我们从中国的剪纸开始，剪纸是用剪刀在纸上制作的艺术，英文叫 Chinese paper cutting。太好了！很多朋友看过窗子上的窗花，但不知道它是中国的传统艺术。对，剪纸是中国传统艺术，有悠久的历史。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。那我们开始吧。月月，你看，这就是中国美丽的剪纸艺术。哇，真是好漂亮啊！这每一张剪纸都是用剪刀一点一点剪出来的吗？对，中国灵巧的手艺人用一把剪刀在纸上剪出美丽的图案。它是一种手工艺术，也是一种民间艺术。民间艺术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来自普通人的生活。剪纸不只是艺术家才会做，很多普通的人也会做。所以剪纸跟我们普通人的生活连结在一起。没错，最常见的剪纸叫窗花，有各种不同的图案，贴在窗户上，也有贴在门上的福字，结婚常用的喜字。是的，过去每到春节，家里就会换新的窗花。对，传统上剪纸都是红色的，红色在中国的文化里常常代表喜庆、开心、好运。那剪纸是不是只有红色？中国有的地方会用金色的纸，或者用白纸再上色，红色是最传统的。看到红色的窗花，我们就知道节日到了。剪纸是传统艺术，那一定有很久的历史了吧？你肯定想不到，剪纸是在中国南北朝时期发明的，有1500多年的历史呢。哇，居然有那么久了！对，1000多年来，每当节日来临，家里要打扫，要装饰，装饰就离不开剪纸。剪纸看起来很复杂呀，每一个线条都是靠手工剪的吗？对，所以剪纸也让人练手工和耐心。耐心就是不着急，慢慢做。我还听说，过去是一家人围在一起，一边聊天一边剪纸。对，那也是一种陪伴，大家一起做，就觉得心里很温暖。那这么说，剪纸艺术不只是装饰，也是联系家庭的纽带了。没错，剪纸是在中国人中流传很久的艺术，艺术家的剪纸做得很美很专业，也有普通人做得很生活。剪纸既可以很高水平，也可以很简单，它们都是剪纸艺术的一部分。明明我们有剪刀也有小刀，两种都能做剪纸吗？都可以，用剪刀叫剪纸，用小刀在纸上刻，很多人叫刻纸。刻纸听起来更难。对，刻纸可以做得更细，但要更小心，所以难度很高。纸也有很多种吧？最常见的就是红纸了，现在也有人用金色的纸做剪纸。我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剪纸常常要对折起来剪呢？纸张对折了以后，可以做出对称的图案。对称就是左边和右边一样。对称看着很舒服，也很整齐。中国的传统文化很讲究对称。还有，对折了之后，一次就能剪好两面，打开就是一个完整图案，节省了很多时间。哇，但是要一次剪好两面也不容易吧？对，要剪得好，需要很多的练习，手要稳，眼睛要认真看。我有时候剪得太快，一不小心图案就断了。所以剪纸要先想好剪刀怎么走，哪里要剪，哪里要留下。剪纸要剪出线条，要留出空白，这样才能让图案在纸上浮现出来。那么这些剪纸图案都代表什么呢？这就要说到中国文化里的象征了。象征就是表达的意义。比如剪纸里常常有鱼的图案。
余表示有余，余是多出来的意思，因为余和鱼的中文发音一样。原来余代表着想要更多的心愿，挺有趣。还有福字代表幸福，喜字代表喜事。我还见过剪纸里有桃子、石榴、莲花。桃子常跟长寿有关，石榴籽多，所以有的人用它表示家里人多，很热闹。莲花常让人想到干净，也有人用它表示连年好运。那动物呢？比如喜鹊。喜鹊的名字里有喜，所以常代表好消息。你看，剪纸像一张祝福卡，它把祝福贴在看得见的地方。那大家真的相信贴了就一定好运吗？现代人会把它当成一种心情，看到红色，看到美好的图案，就觉得新的一年有希望。所以剪纸的意义不只是祝福，还有情感和记忆。那剪纸怎么才能剪得好看呢？可能你觉得剪纸很简单，凑近了看，它只是一张红纸的线条和留下的空白。可是这些都有特别的安排吧，才能把图案画出来。对，最重要的是线条，剪得好的线条很流畅，流畅就是顺，不会断掉。我感觉好的剪纸看起来像在跳舞，线条很有节奏。这个说法很有趣，节奏就是有规律的感觉，有了线条，再加上留白，留白就是留下空白，让画面更清楚。我懂了，像房间里要留一点空间，人才舒服。还有一个美感来自想象，剪纸不能画很多细节，所以它用简单形状让你去想。比如一只鸟，你一看就知道是鸟，但它的羽毛不会像照片那样真实。对，这就是剪纸的味道，味道是一种样子给你的感觉。而且贴在窗上，阳光照进来，红色会发亮，很温暖。没错，剪纸的美不只在纸上，也在光里，在房间里，在人的心里。剪纸的风格都一样吗？不完全一样，不同地方会有不同习惯。比如说，有的地方喜欢图案很满，很热闹，有的地方喜欢更简单，留更多空白。还有的人喜欢剪人物故事，有的人喜欢花和鸟。对，因为每个地方的生活不同，大家关心的东西也不同。这样就更有趣了。同一个祝福可能也有不同的剪法。对，你如果旅行，在当地市场看到剪纸，很可能就能看出这个地方喜欢什么。现在大家都用手机来娱乐了，剪纸还有意义吗？我觉得有，它让生活慢下来，剪的时候要专心，心会安静一点。像一种简单的放松方法。很多人平常工作压力大，做手工会让你感到放松。它能连接家人和朋友，一起剪，一起贴，就是陪伴。我觉得这很重要，因为现在很多人住得远，见面少，节日更需要一种仪式感。仪式感就是用一个动作告诉自己，今天很特别。比如贴窗花，就像说新年真的来了。它也可以进入现代设计，很多海报、礼物包装、衣服图案都会用剪纸风格。我还见过咖啡店的杯子上也有剪纸样子的图案。对，传统不等于旧，它也能变成新的表达方式。还有，剪纸可以当礼物，你亲手剪一个小窗花，送给朋友，别人会觉得你很有心。如果我收到了剪纸的礼物，一定会觉得温暖，觉得开心。剪纸除了贴在玻璃上，你也可以把它夹在书里做书签。我有个朋友住在国外，每年春节也会贴窗花。剪纸窗花像一个小信号，告诉自己，我记得自己的文化。他还会拍照发给家人，说我也在过年。听起来很感人，也很真实。所以剪纸不只是装饰，也是记忆和文化。这就是手工的温度，
温度是让人心里觉得温暖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认识了中国剪纸艺术。它有1500年的历史，跟节日和生活一起发展，也跟家庭陪伴有关。它用图案表达祝福，在节日和特别的日子里，给你带去温暖的祝愿。剪纸的图案有的简单，有的很复杂，每一张剪纸都是手工艺术。在现代的产品中，我们也经常发现剪纸的身影，它是仍然在我们身边流传的中国艺术。我们今天的节目要结束了，最后问大家，你最喜欢哪一种剪纸图案？福字、鱼、花还是小动物？如果你喜欢中国艺术，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在节目下面留言。我们下个节目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